欢迎各位时刻。这两天本来台湾人充满了一个期待，对我们充满什么期待呢？我们一直期待说，庞佩奥在未来的川普内阁或川普政府会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我们很多重要人讲，庞佩奥有可能进去哦，不但进去哦，有可能当国防部长。可是没有想到，当这个消息在流传的时候，川普居然自己发了 Twitter， 对，发了 Twitter 讲说，没有，他们两个人，包括海莉，包括庞佩奥，都不会在我的政府里面工作，对，就代表我直接把你们俩 reject 掉，我不但reject掉，我还公告周知，那是一种非常羞辱的方式。那大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两个人？对待这两个人跟他们跟台湾的关系有关系吗？甚至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还特别讲到，我们本来就支持一个活动，他们支持什么活动 ？Stop Pompeo， 我要把庞佩奥给阻止下来。对，庞佩奥对他们有这么严重吗？而且简单来说，川普当选之后，其实台湾民众都很开心，部分民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假设呢，这个所谓川普就任之后，庞佩奥恐怕在未来的这个政局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嘛。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庞佩奥来台湾访问非常多次嘛，他还认为说，我们美国应该主张让台湾说他有个独立国家，对啊，对我们非常友善嘛。所以如果他假设又回来担任国防部长或是国务卿的话，很多人说哇，台湾稳了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海莉也是一样，台湾那么友善，而且他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这么好，对，他的海莉也是一样，他也来台湾访问过，对不对？来台湾访问的时候，也是受到台湾的这个举国的欢迎。那如果扮演重要角色的话，你看这两个这么有台话，我们台湾在未来的川普政府里面一定没有问题。可是呢，就在这个大家讲了那么多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个川普突然发了一个这个推特是什么？他就说这样的，我们呢，他明确表示哦，我不会邀请庞佩奥，还有不会邀请海莉入阁。他们两个都不会入阁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他讲一出来，大家完全就傻了。为什么要突然间发这样一个文出来，说他们两个都不会入阁的一个状况呢？而且你讲说这个是非常无理而且非常羞辱的方式。一般来讲，如果我不要你入阁，我时间到了，你没有先来就算了吧。对，我如果这么讲，就代表你们两个早点死了这条心。还有你旁边的人不要想办法有任何运作，没错，你怎么运作？我都不会用海莉，对，不会用庞佩奥，对。问题是他们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让川普这么厌恶呢？对，好，那除了川普这样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他也在这个发表。为什么他发表什么？你看他同意什么？他同意让这个人 Dave Smith 他发表一个言论是什么呢？目前为止有一个运动叫做阻止庞佩奥。The Stop Pompeo， 对不对？这个运动很不错，但是我们要继续施压，阻止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有战争鹰派进入川普政府。所以简单来说，他把海莉、庞佩奥他们打成是什么？新保守主义，还有战争鹰派。所以就这样。那小唐纳川普就说：“我同意，我100%同意。”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事实上现在呢，这个共和党内部呢，准备把过去传统的共和党把它全部赶走，也就是说，过去的共和党跟我川普没有咱谋高最博老，你未来全部都要听我川普的这个路线。那我会担心说，我们台湾又押错宝了吧？是，我们现在对庞佩奥那么好，对，就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川普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是有个台湾 Plus 吗？对，台湾 Plus 之前还做了一个专题，对，说川普是重刑犯。对，所以显然呢，川普现在呢，他会怎样？他在这次任期呢，他特别强调说忠诚度的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有恶心的话，那我不知道川普会怎么想。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为什么庞佩奥跟海莉两个都会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两个都不够忠心。为什么海莉？你记得说忠诚是关键。海莉呢，他在这一次的共和党初选里面，他是跟川普站到了最后一个人，所以海莉挑战川普，所以海莉呢，绝对他不会用的。另外，庞佩奥呢，主要是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庞佩奥在这个当初川普不是下台之后呢，他拿了这个文件回去海佛庄园的时候呢，其实庞佩奥有说你这样不行哦，你这样是违反这个保密防谍的方法哦。就当时呢，所谓川普非常生气。另外，庞佩奥还曾经公开批评过川普，虽然说他这次没有挑战他也回到川普的这个阵营里面，但是川普说你这个不够忠诚。川普有说，我们要记得这样清楚哦。川普说美国首要敌人，你知道他说美国首要敌人是什么吗？是什么？美国内部的敌人。美国内部敌人还有两种，一个是潜伏在共和党里面的第5纵队，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所以他现在要清除这两派人，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他认为的潜伏在共和党里面的第5纵队，所以要把他们干掉。所以才跟你说，过去一段时间跟川普不够忠诚，那些人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川普内阁里面，全部都会被摒除在外。所以说，
现在在川普刚刚讲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是，你要跟川普交往，第一个你要对他非常忠诚，对你有任何质疑都不要打个叉叉是。还有就是你的路线，未来没有什么新保守主义和讲，全部只有川普路线，对，只有美国利益为优对，好，先。那为什么这个庞培奥会被摒除在外？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这次你看，这海利出来挑战川普的，那庞培奥原本也要出来选总统，所以他们两个呢，美国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两个未来也可能会参选总统。哦那因为呢，这个小唐纳这个川普呢，他要挺范斯，范斯是未来4年准备要出来选总统的，要接川普的，接川普的班，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被排除在外，这是重点。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美国内部人在爬出这个庞培奥啊，你也太夸张了。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 Stop Pompeo 的这个行动？是除了说，你代表新保守主义，除了你代表你是战争鹰派之外对，还有你根本就主张在全世界打仗，那是完全不符合川普他不认为的美国利益。还有一个就是你跟这些国际的大财团对关系也太好了吧是？你也拿了太多顾问费了吧？而且你知道吗？事实上，在庞培奥的后期的时候，他是环游世界。另外他下台之后，他也到全世界来啊。他全世界的时候，很多政府都要巴结他，因为什么？给钱，因为他可能在未来，大家都知道他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这里面有2件事，大家拿出来讨论。第一个是什么？那日本的制铁啊，他想要并美国钢铁。那并美国钢铁之后，结果你知道他请谁当顾问呢？他居然请了庞培奥当顾问。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本要去买这个美国钢铁的时候，拜登反对。那川普也反对，因为他们两个就觉得这个不好嘛，就没想到庞培奥居然收他的钱来进行这个游说。对，好，宝姐，我跟你讲，如果假设你真的让他担任这个国务卿或者担任这个重要职位的时候，那怎么办？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第二件事还有什么？第二件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目前为止有人踢爆，因为呢有一个这个叫 Kyivstar 这个公司呢，它在基辅。他跟美国政府游说说，我们未来基辅重建呢，我们要5000亿的这个预算，5000亿预算呢，就这个未来长期的这个重建工作，你注资到那个公司去，就注资到那个公司这个保洁站，人家现在发现到说，这个 Kyivstar 这个公司幕后的董事成员之一就是庞培奥，所以庞培奥他也在进行这样的游说。对，假设他如果又担任了国务卿或者国防部长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怎么处理？所以也就是说，你自己在外面搞太多生意的这个庞培奥啦，或者海利这些，我就完全把它摒除在外。你不只对我不忠诚，你还做那么多事，所以现在这些人可能都不在他的内阁范围之内。而且你提到说你要去了解川普的话，这本书非常重要，就是《交易跟威慑：危险世界中的川普外交政策》。对，就跟他讲，川普就两个东西。对，第一个我吓你，我威吓你；第二个就是我威吓完以后，对，我就知道跟你交易的。对，没错。实际上，川普交易是什么东西呢？川普交易就是第一个，他会威吓你、恐惧你，让你恐惧，然后会让盟友做出更大的妥协。所以第一个这招，他就是会威吓的方式，恐吓。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上台之后，恐吓谁？宝杰，你知道他这几天不是打了电话给泽伦斯基打电话给他，对，然后这个普丁又打电话给他，你看他就在恐吓这2个人。为什么恐吓这2个人？第一个，他跟这个泽伦斯基讲电话的时候，他居然还刻意的说，伊隆马斯克，你来讲个话吧。对，那为什么要伊隆马斯克去讲话？没有心链。对，他就是要透过伊隆马斯克说，你在打我，可能这个心链我不会给你。另外，透过谁？透过他的长子小唐纳川普说，你们这样38天的这个存粮，所以你这也是威吓他，当然是威吓他。同时之间也跟你说，你就是这样，你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未来该怎么做。对，然后打给普丁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再予取予求了，已经不是拜登的时代了。对，拜登时代会让你要5毛给1块，是，你好像不给你的话就不符合世界正义。是，对于川普来讲，没有这一套。他就常常笑这个泽伦斯基，他说他是史上最优秀的这个 salesman 嘛，因为每次来美国就带走大量的订单，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子做，所以他第一个他就直接不会承认过去拜登的所作所为，他就开始恐吓。你看，目前为止，泽伦斯基就说了对啦，我们我也很赞同你说的什么外交跟武力，我们要用这样来解决乌克兰问题。所以你看，他已经开始态度有点软化。第二个是普丁跟他讲电话之后，宝杰，他跟他说什么吗？他说，你不要再扩大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战事喽。然后这样讲，然后他说，你不要忘记我们在欧洲，我们有强大的驻军。对，他讲这个要干什么？当然恐吓你呀。我有强大驻军，你再打下去，我也可能会打你啊。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他现在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看，现在大家我跟你讲，他还没上来，大家怕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自己丢起来。你看。中国现在怎么样？10兆人民币就赶快丢出来，对。然后另外卡达就说，我要驱逐这个哈马斯，我把哈马斯赶走。那欧盟说什么？欧盟就说，我现在准备要跟美国买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设备。那台湾说什么？我们要买5000亿的预算。所以你看，他现在还没出来，大家都已经怕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绝对会先吓你。你看我们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台湾被吓多少？第一个，你要这个缴交保护费。
第二台积电你要给我这个客关税，你看他都这样下之后，你看我们就已经开始端出这个菜给他了。对，所以呢，他的策略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接下来一段时间，他绝对会用很凶的方式面对所有他准备要谈判的对象。而且曾经谈过是，其实，在川普任内刚刚讲的，你不用这么担心说蓬佩奥跟海利的离开对台湾会不利，因为刚刚讲的，包括欧布莱恩，包括这个所谓的其他的人，是对台湾来讲都是非常的友善的。对，那我看到欧布莱恩讲了一个，他说，现在将是透过力量恢复和平。威慑将会恢复，美国的对手会明白，他在过去4年犯的罪恶不会被容忍。然后这个讲得更好笑，他说，川普认为他们对美国，川普认为他们是对美国公众的敲诈，对，盟友就像亲戚一样，到你家来借钱，然后整天待在你家，还使用你的游泳池。对，没错。事实上，我们台湾要不要担心？我跟他讲，事实上，川普的成员里面还是有非常多对台湾非常好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欧布莱恩。欧布莱恩来说，他有可能会担任未来的国务卿。好，那他是谁呢？宝杰，那我们赖总统不是发了一个祝贺的这个川普的这个信函吗？对，他就是他转发到 X 上面的哦，所以他其实对台湾非常友好。另外还有一个卢比欧，卢比欧对台湾也非常友好，所以里面有非常多对台湾友台派的。还有另外一个，宝杰，我们要注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做Navarro 为什么 ？Navarro 就是写那个中国威胁那个啊，他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担任过川普重要幕僚，对不对？他因为川普的关系藐视国会，他去坐牢，他现在重新再回来，他也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抗中大鹰派，还有莱特希者那些都回来，所以来说，事实上现在应该要出来的但是谁？他们在过去4年所犯下的罪行将不会再被容忍。他是过去4年，那欧布莱恩说最讨厌谁？中国。所以跟你讲，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绝对还是美国第一个要开刀的这个对象。好，所以吴董刚才讲到了，台湾非常熟悉的美国过去川普时代的这个幕僚蓬佩奥是其中的一个，就蓬佩奥现在马上被踢出去了，大家非常担心说，难道我们又押错宝了吗？我们看起来这个处理这一次这个美国选举的关系上是押错宝了。也就是说，蔡英文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哈，一些人脉处理了哈，因为尤其蓬佩奥来讲的话，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哦。因为蓬佩奥本身他在美国的共和党里面的地位了啊，主要是他背后的金主，他背后金主是美国第2大私人企业科氏兄弟企业嘛，就那个石油大亨，对，石油大亨在 Texas 啊哈，那他长期支持共和党，也是茶党的金主，就很激进派的。可是他现在跟川普的关系并没有，如果比起来的话，现在有马斯克这些大咖了。我讲坦白的哈，如果大家认为说川普是交易型总统的话，那他也要看你后面金主是谁啊。那蓬佩奥现在没有这个力量，背后他共和党内他本身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能力选举嘛。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他的金主也不是这个日政当中的也不是主流派的金主。然后第3点，金主挺不挺他，很明显的没有嘛。因为金主挺他的话，他就不会到处来募款啊。他在台湾，他真的到处募款。他在台湾来一次演讲，他也有所得不菲啦。哦，我们台湾也，所以但这次你不能怪台湾，因为这次谣传蓬佩奥要去当国防部长的媒体是谁？你要知道，谁？是路透社。是路透社传出来，蓬佩奥要当国防部长或国务卿啊。所以这是权威消息来源啊！那么大的权威消息来源传出来的话，你叫川普怎么办？那川普一定要马上做否认啊！川普否认的太狠了吧？对，就跟你讲说，我 not inviting， 就是我根本不会让他进到我政府里面来。对，彻底给你残抹高罪抹牢。没有海利，没有这2个人。主要是讲蓬佩奥，海利不是很重要啦，因为海利不会当国防部长，不会当国务卿，也不会当中情局局长嘛。对。那重要的是蓬佩奥嘛。那蓬佩奥现在还在帮日本人当说客，就是说他已经转正从商了一段时间，介入蛮深的。当然，蓬佩奥。所以说，那台湾在搞国际关系在干嘛？没人看得懂。不，当然没人看懂。第二个，你看，你说我们这个台湾 Plus 搞一个去羞辱川普的这个新闻这个节目，川普是个重刑犯，这个荒谬之极，而且这个也不是事实。到今天你看到美国对川普的所有 criminal 所有犯罪的这个诉讼的部分，除了纽约州以外，其他联邦法院通通都撤回了。那纽约州那个检察官已经被警告，你再搞的话，你把你连你这个检察官都要把你抓起来，对，检察总长啊。所以川普已经没有犯罪的事实，所以讲这个川普是重刑犯这个形容词，基本上就是个错误的形容。可是我不懂，是照理讲，这个台湾 Plus 就代表台湾对国际的发声，是代表台湾的立场。
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专题，没有人知道吗？没有人审核吗？你怎么会让他出去呢？这个节目我的理解好像是公视在制作，是公视的啊。然后到了今天我看的是我他们的，是比照美国之音的耶。我看到是哪有美国之音呢？谁看台湾 Plus 啊？对不对？你文化部长也没有掌控住这个台湾 Plus， 这个是台湾对外界的一个对西方世界宣传一个窗口。对，结果把美国川普总统形容成重刑犯，有犯了那么重大的错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处分公示或处分任何节目主人？没有哎，没有啊。所以赖想搞什么嘛？不是，我都不懂是。其实这个东西你做也就算了，中间怎么可能没有审核？你中间怎么可能没有把关？你这个如果是代表台湾政府的立场，你怎么可能让他出得去？不，那我现在讲的后，我看到的是现在的文化部长才发现这个事情代机抓掉了，代机抓掉才要求他下架。不是，我觉得他不觉得代机抓掉，只觉得不对劲而已。但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代机抓掉，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川普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知道吧？报仇，报仇，他一定报仇。我告诉你，庞培奥就是报仇，海利就是报仇，他们两个就报仇，他就是报仇啊。他很简单，川普现在我告诉你嘛，他的得票率，他的普选得票率已经超历史新高，然后他的选举人票的第一新高，对，然后他的参众议院都是他的人，共和党全面性的都控制了整个政府，他等于说是民选出来的皇帝了嘛。他权力之大，他就是今天地球的王，他就是 King of the Earth，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地球上的一个新的国王，对，这个就叫川普。川普他就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决定事情。那你台湾得罪他而不自知，而且我们看很简单了。我今天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副总统府，呼吁我们的文化部长，这个台湾 Plus 的负责人拍这个影片的人，快点明天叫他滚蛋回家吃自己的。好，所以宇轩，我一看才知道说，台湾 Plus 一年的预算高达58亿，你不要给我58亿，你给我8亿我都要哭了。我花了这么大的钱，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但没有效果，还扯烂污。宝来哥这个胡搞，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说，我们要创立一个台湾的 BBC 啊，像这个世界媒体啊，所以你仔细听哦，台湾 Plus 它的受众对象应该是什么？瓦沟人、外国人 （foreigner）。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里面呢，他直接来就这一句话，他说他是 felon，而且你看到这个记者是外国人。换之，宝力哥，你知道拍摄这个影片、拍摄这个新闻报道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吗？川普当选的时候。你如果说之前我还不跟你讨论，你已经川普当选了。等一下，川普当选，你还是 convict， 也就是已经被确定判刑的罪犯。还有，导播不看，上面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mark。台湾对，而且这个我们讲当选之后还在播送，所以他是直到之后呢，已经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检举，他说赶快下台来哦，连民进党自己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说这太不合理了吧？你怎么会去讲这种话？而且重点是人家都已经当选了，你要嘛，那赶快扒开这，在被发现之前，谁就把他下架？不是当选之后还在播，然后好，所以各位这时候大家就开始来检讨这个平台，这个台湾 Plus 宝杰哥4年啊，他2022年规划出来的，4年跟你讲说我要烧你58亿。那58亿，各位，他的目标是什么？外国人嘛，就不好意思来，他搞了好几个东西。第一个叫 App， 你知道他的 App 呢？截至目前为止，总下载次数删掉的我不跟你算，宝哥你知道几次吗？15万，就15万，总共才15万。然后呢，相关的还说，没有条件哦，直接上架，偷渡到公司里面去上架。宝哥跟我们讲，我们电视平台每个要上架，你知道我们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上架啊，就 NCC 嘛，对不对？就他不用经过 NCC 审核。莫名其妙就弄上去了，结果搞了老半天。你知道他的观看次数，因为他要行销台湾嘛，这是他的规划嘛。总执行率只有多少吗？只有1成而已，就1成。对，就代表说他的受众，因为他当时喊很好听说我们要达到100万订阅的目标。来，各位，就你仔细看看哦，这是观看次数，我们统计里面亚洲占多少？我跟你讲，不要亚洲了啦，台湾啦。67%、71%、55%，他搞了58亿，本来说要行销台湾，结果搞了半天是什么？搞了没有啦？只有一件事情，世界闻名，就你说 Trump 是 felon， 然后其他之外呢，全部都是自己人在看，而且你知道吗？相关的比例他们下面都有做统计哦，这个都是公司在弄的，搞了老半天根本就没达标，因为他的台湾 Plus 没人在用，他也有上 YT， 结果呢都什么几百啦。几百，就每一支影片几百人、几千人、上千人看就。我花了58亿，4年花了58亿，1年花了10几亿元，结果1年花10几亿元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我每一则只有700个人看。保利他到现在为止花了大概28亿左右，结果他出来夸夸其口说：“我跟你讲，我的总流量有2亿。”宝德哥，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10块钱买一个流量，怎么没看过这么烂的媒体？而且我们讲了，这2亿是真的还假的也不知道，因为他是把 Facebook 的也算哦，然后 YT 的也算哦，然后把所有东拼西凑台湾 Plus 哦，好不容易全部捏在一起哦，终于给人家凑个2亿，然后里面呢，而且我讲白了，根本就没人听过的媒体，对不对？结果他们讲有一个怪异的现象，他 YT 呢跟脸书呢大概都28万、22万左右的订阅数，但是不对啊，每则贴文你去看脸书，各位现在马上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对，贴文都没几个赞呢，所以少来啦！明明就是用惯的，还在那边给我来这一套。所以宝杰哥，你就想想看，我们花了大钱，砸了大钱，搞了老半天，然后也没有法源上电视。不是你按赞只有28万，也太烂了吧？对，而且重点是他的贴文没有人按赞。那个都已经是惯过、处理过的，对不对？这个民众党，那个我们讲的战国社最熟嘛，所以你会想想看，我们花了大钱，就搞了这些，到底最后肥到了谁？因为当时公司为了搞这件事情，还一堆董事辞职，就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丢大脸丢到美国国际上，还要我们政府来收烂摊。好，国政当然就会讲到的，现在川普上来，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现在非常清楚的是。他要联俄制中，他要去干嘛？刚刚讲他要分解他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在接受卡塔森访问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让中国跟俄罗斯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愚蠢的事情，而且也是对美国非常危险的事情。好，现在他要处理俄乌问题，他要处理俄乌问题之后，他要专心什么？他要专心解决中国问题。你说现在中国问题最可怕的是，他们现在有可能取消他的最惠国待遇。如果取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会怎样吗？川普有个政见，就是把美国变成世界工厂啊！把美国变成世界工厂要怎么做？就是这个人莱特希泽，他即将可能成为川普的美国贸易代表。他出了一本书，叫什么？没有自由贸易那一回事。他出生在俄亥俄州，那没有自由贸易这回事。看到自由，不是？我觉得莱特希泽很妙是，他上次本来就是他的贸易代表了。照理讲，你应该换了以后，你应该更改位置，要不就更上一层楼。没有，他特别强调，请莱特希泽回来以后。继续的担任美国的贸易代表，而且他就是让川普的贸易战这个概念成型的人，就是他。2003年他还出了这本书，叫《没有自由贸易》这本。No trade is free， 就是川普整个贸易战或这一次选战的一个主轴。他怎么讲呢？他是说我从小在俄亥俄州长大，看到自由贸易，结果工人都没工作，工厂就倒了。为什么？是因为中国每年从我们美国赚了几千亿的生意。还让它壮大，结果我的家乡的工人们都没有工作，所以他不相信有自由贸易这件事情。那要怎么对付中国？关税战，这就是关税战的成型。所以要怎么做？取消最惠国待遇，10%加到60%，加到200%，美国说了算。所以他一上任就会加高关税，没有自由贸易这件事情。所以你光从莱特希泽的这个任命就知道。他要全力对付中国了，所以他相信一件事情：自由贸易关税取消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当然很多人说美国通膨会越来越严重，没关系，因为工厂必须要回美国去，所以美国的工人就有工作，所以那几千亿的生意是谁来做？美国做。美国的工人，那怎么对付台积电？他也有解方，他说。虽然莱特希泽也有对付台积电，他也有提出他的讲法，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把美国工人训练像台积电像他们这么厉害，但是台湾靠什么？产业政策。所以接下来美国也要提出产业政策来辅导美国的台积电。半导体。所以这就是莱特希泽如果一上任之后，中国马上要面临很惨烈的关税战。好，那你讲说。现在对中国来讲，它其实已经是伤筋动骨了，它现在已经体质不良了，而且你还特别强调说。现在中国它的体制刚好最弱的时刻，它现在已经百废待举，在这个时刻一打，中国不是要命吗？你还特别提到一个，你这次到了中国访问才知道说，原来他们的医院不但都赔钱，而且医院很多都已经质押给银行了。对，地方债爆发最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到医院去看病，钱不是给医院，不是给医护人员拿走，竟然给银行拿走了。因为所有的医院竟然抵押是地方债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出钱。中国的地方银行和公有银行其实全部都在欠薪。咱们讲2甲医院欠薪倒闭，
2甲医院我们讲最好是3甲， 3甲2甲已经很厉害了耶。对，所以这是中国自己的3联周刊自己讲的哦。现在整个问题要全面性的爆发，为什么全面性爆发？是因为盖银行的钱，10个锅子2个盖，中国都是举债盖所有东西。竟然医院是举债跟银行借钱来盖的，而且是地方债的一部分，在2009年的时候才3000多亿，结果到了2021年竟然有19兆的债役。等一下，你说12年的时间，从3000多亿变成19兆，成长400%，所以借了很多钱之后，竟然是银行去接收医院，医院开始看病，钱给了谁？到了银行的口袋里面。所以现在很多医院，像广东的梅州医院，竟然发不出钱。我再补充一下，现在中国的是政府办银行，它的整个负债高达了19.15兆。对，政府办的医疗机构负债哦，这是医疗机构负债，医疗机构竟然就负债了19兆，所以变成什么样？银行直接进去接管医院，然后一边看病一边收钱，钱是直接到了银行口袋，这是地方债的部分，你还不出债了，地方政府不帮你还。我银行直接接管，所以现在很多薪水发不出来，是因为它是地方债的一部分。你看这是梅州医院，从去年底开始，几百块的绩效奖金都已经发不出来，所以今年1月开始，竟然发生了什么事？每个月只给你1000块台币，4000多块，就是医院继续开，银行要继续收钱，所以现在闹出来是我们都不干了。大医护人员1个月的薪水只有4431元，只发给1000多块台币，因为没钱付地方债务，这些债务还不出来，所以就被接管了，所以到处都有医院的纠纷，上尾也有，梅州也有，因为广东省没钱去抵押。中国地方城市是透过医院跟学校去筹募资金，竟然用这个方式去筹募资金，借钱去开医院，所以越开越多，就把地方政府的胃口养大了。我们都知道，中国都喜欢10个锅子2个盖，对，到处去挤债，盖各种的收视，所以医院拼命盖，的盖，其实也是贪腐的一部分。所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这是2019年《纽约时报》就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你不但是盖一堆烂尾楼，不是盖一堆这个所谓的文字馆，你还盖一堆医院，不止医院，其实这也讲到了学校也是一部分。所以中国的地方债这么多，所以变成怎样？现在还不出钱，是因为地方债爆发了，所以它根本就真的是百废待举，它根本就烂了。你现在的公园有问题，你的学校有问题，你的公共建设有问题。刚才讲的，你说现在它不是有10兆吗？你这10兆只是杯水车薪，还利息刚刚好，因为它10兆下来6兆先帮你去还利息，剩下4兆再分5年去还。其实100多兆的债务只能还利息，只能还那借新还旧，其实垫来垫去，那总金额不变，你是在垫利息。可是更惨的是，现在医院不只是医院的医护人员拿不到钱，现在是2500万的基层的农民工缴不出医保，因为医保涨20倍，药费太高，所以他们现在完全是拒绝缴，因为380块钱还是缴不起，所以中国其实是连整个社会安全是不是都会发生问题？好，瑞德，刚才讲的，川普上来以后，大家都非常紧张，皮都绷紧点，绷紧点。今天《金融时报》就讲，我们台湾现在赶快开出清单，你说要保护费是没有问题，我们马上丢出了一个5000亿的军事采购名单了。那么今天总统府那么声明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新一步的这个相关的对美采购呢，没有新的进展为什么？因为他一定会等到川普正式担任这个接任了新的美国总统了以后呢，才会送出这个清单嘛。那这个时候，我讲坦白，要讨人情，这个时候讨人情，要付保护费，也是那个时候再付保护费才有它的意义嘛。不过今天英国金融时报呢说，台湾的这个清单呢说中了一半为什么呢？他列出什么？他列出 E2D， 这是对的。空中预警机最新的 E2D 呢，这是对的。它列出神盾舰，这是对的。它列出 F-35B， 这也是对，不过架次不对。一开始呢，那么在6年前我们要的是60架，但是其实早就已经自己砍半，剩下30架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则是错的，是什么呢？是爱国者飞弹的增程型，说我们台湾另外要加买400颗，这是错的为什么？这并不是在我们台湾最迫切需要的新的武器清单里面的东西那我先讲，那么台湾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神盾舰。神盾舰提康特罗加的神盾舰里面呢，那么还记不记得2年前我们的旧的国防部长呢叫邱国正，他说没有这个计划，那是为什么？因为你提出来都被打枪嘛，被前一任的川普的当总统的时候打枪，被这个拜登的时候呢给打枪，最后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做这个小台的相关的所谓的小神盾嘛。但问题是提康特罗加已经封存了18艘。
那么在上个月底呢，封存了最新的一艘在这个夏威夷呀，所以呢，你川普要我们交保护费，我跟你要这个已经30几年的这个提康德罗加的老旧的神盾舰，你没有理由不卖嘛？说我可以买中古的，对，为什么？因为它27艘里面呢，提康德罗加的巡洋舰跟驱逐舰已经封存了18艘。所以呢，过去你不卖啊，那还可以说，可现在你要我们是等于说啊，那么发展不对称的这个军力嘛，那对方现在的下饺子船舰军舰的速度已经快到美国的100艘的伯克舰都要把这个伯克级的相关的神盾舰都要延长到2037年以后才退役，所以你已经封存了这个18艘，拨个8艘10艘给卖给台湾，没有理由不卖嘛，因为反正你也是封存起来嘛，而且讲白了啦，你这封存的18艘的提康德罗加的神盾舰是第一代的神盾舰，也就是我们4艘基德舰后面才发展的神盾舰嘛。对中共最新的船舰来讲，这不算是顶级的，所以你卖给台湾是 OK 的，对不对啊？如果对中国不是顶级，我干嘛要这个提康德罗加的神盾舰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最新的不会卖给我们，还有我们现在最主力的防空的效能的4艘的基德舰更加落后啊，所以对台湾来讲，你能够拿到先求有再求好嘛。总比现在的基德舰好嘛，所以神盾舰先拿到以后，才有更大的本钱。你现在你连提康德罗加都要不到，你还想跟他要伯克级，也是不可能的代志。第二个就是 E2T 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 E2K 鹰眼的空中预警机啊，事实上有花钱要给它升级，但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 E2D 拜登政府拒卖啊，拜登政府拒卖给台湾这个 E2D 嘛。宝杰，我们是不是买了66架的这个 F-16V？ 对，还没有给台湾。但你知道吗？如果66架的 F-16V 全部放在台东，为什么？因为要对付他们的相关的这个歼20的机队之外，还有他们的这个潜艇啊，跟这个航母的基地嘛。如果能够搭配4到5架的这个相关的 E2D 的话，最近这几天不是中共在珠海航空展一直那么。大家的这个吹嘘他们自己的歼35A 的相关的逆中战机吗？对。如果我们有 E2D 加上 F-16V， 中共的2款最主要的那个逆中战机，我们都抓得到。你说歼20跟歼35，如果我们有这2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抓得到它的这个歼20啊。那歼35A 这个我不知道，但歼35呢，我们一定抓得到。歼35A 跟歼35啊是2个不一样的这个军种在使用的这个逆中战机，但是至少歼20他们的主力我们都抓得到，因为很简单，因为歼20才是他们最主要的主力，歼20比歼35A 跟歼35呢，它的载弹量更大，才是台湾未来啊最可怕的敌手嘛。我们只要有 E2D 跟相关的这个等于说 F-16V 就抓得到他们嘛。第3个也不是什么爱国者飞弹啦。第3个是我一直讲的智慧型水雷嘛，智慧型水雷用 F-16V 用这个C-13洞都可以直接发射，发射了以后它外形像飞弹，直接射到海峡中间，沉到台湾海峡的海底呀。这些已经事先进入中共这些相关的2栖作战的相关运输的船舰的这个智慧型水雷，就可以在他们船越过海峡中间的时候，因为自己内建的声纹跟包括它的电脑外形比对。自己浮起来炸掉他们的船嘛，这是台湾迫切需要。你不是要我们有发展不对称的军力吗？那他们现在要来攻打台湾啊！中共打台湾没有什么好讲的，飞弹过来，再来就是火箭弹过来，再来就是轰炸机来轰炸，第4波才会是登陆嘛。那登陆的过程当中，当然需要智慧型水雷的嘛。第4项包括 M 拐，它不是帕拉丁 M109A6不给台湾嘛？对，拜登不给台湾嘛？后来用18套的海马斯火箭弹取代。但问题是 M 拐在俄乌战争跟印度跟中共在喜马拉雅山对峙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 M 拐确实有它的功用嘛？那不是常常讲沙洞堡吗？沙洞堡的卡车就可以拖这个所谓的 M 拐的自动流动炮嘛？它在台湾很重要，万一攻上来的时候，你才有东西跟它做个对打嘛。然后最后一项，各位，我最后一项才去讲到 F-35B 的逆中战机，为什么？我告诉各位了，美国绝对不会卖。美国卖逆中战机，除了怕你共谍外泄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理由啊，还有包括其实美国不会把逆中战机去卖给非邦交国盟友的其他国家了。好，就算要卖，那也是10几年以后的事情嘛。
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是美国不卖 F-35给我们的，我在这里我也不能说，那是因为他绝对不会卖给台湾。所以呢，但是他不卖，我们可以提嘛。F-35B 你不卖台湾，我提30架，至少超过1000多亿嘛。我哈不啷当讲的这些都不包括那个英国金融时报所提的400枚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增程型嘛，就已经超过新台币3-4千亿以上嘞。你这个川普一上任，我就把这3-4千亿的保护卫清单送给你美国，到时候所有的难题变成川普自己要决定，不卖是领导的代志，保护卫送上门，你自己不收，怪得了谁呢？